成立30多年，产品全靠抄袭，净利润曾脚踢康师傅，拳打统一，现在却市值砍半，无奈退市。它就是曾经的零食大王达利食品。可能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不太熟，但说起它旗下的产品，咱们肯定都吃过。达利园蛋黄派、可比克薯片、好吃点饼干、何其正凉茶，还有乐虎功能饮料，是不是每一个都耳熟能详？巅峰时期，达利一年能卖出200多亿，市值一度逼近1000亿，雄踞整个食品行业前列。其创始人许世辉的身价也达到672亿之多，连续3年蝉联福建省首富的宝座。当然，现在这个首富早已易主，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猜猜看他是谁。这些年围绕在达利身上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声音，就是抄袭，说他是食品界的腾讯，抄袭界的国货之光，无情的抄作业机器。那么达利的成功真的只是因为抄袭这么简单吗？为什么抄袭的那么多，只有达利青出于蓝呢？又为什么一直抄得好好的，却突然魔法失灵，甚至退市了呢？把时间线拉回到上世纪9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。曾经在海运贸易上尤为兴盛的泉州，又在商业上活络起来。尤其在食品工业领域，泉州的鱼皮花生、五香瓜子以及果蔬罐头、零食等风靡全国。刚迈入而立之年的许世辉也想赶上这波浪潮，但又不想随大流做花生瓜子，便决定从冷门的饼干赛道入手。1989年，许世辉投入全部身家成立了美丽食品工厂，即达利的前身。由于启动资金有限，美丽食品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只有许世辉、许世辉的发小和堂哥3个员工，一间租来的简陋厂房以及1条生产线。也正是在这条生产线上，其第一款产品美丽牌菊香饼干诞生，从福建一路卖到了沈阳、成都。尤其是在成都，美丽牌饼干一度卖到断货。美丽牌饼干走红并非偶然，首先饼干在当时还是个稀罕物，闽南人娶媳妇儿，饼干一定是喜糖的标配，广受男女老少的热捧。其次，在当年食品普遍以散装称斤的环境下，许世辉以敏锐的眼光为产品设计了精美的独立包装，让它凭着独特的颜值脱颖而出。彼时消费升级这个词还没有被市场熟知，但欣欣向荣的消费气氛已在感染着每个人。许世辉从已经能吃饱肚子的中国人手里淘到了第一桶金。1992年，拿着美丽牌饼干赚来的丰厚利润，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。饼干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，只是好日子还没过多久，一场席卷国内食品市场的风暴便来临了。原来在90年代时，许多外企、台企纷纷进军中国，像是雀巢、达能、旺旺，他们往往拥有雄厚的财力，产品有极高的辨识度，再加上他们特别舍得砸钱投广告，给国内食品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。用许世辉的话来说，就是前有狼，后有虎，中间夹着个小老鼠。那怎么办呢？许世辉找人做了市场调研，发现在大城市流行一种叫好利友派的零食，再一打听，一个派竟然需要2块多钱。那可是在90年代，1斤猪肉也不过4、5元，一个好利友派就能买半斤猪肉了，显然是只有北上广1线城市里的富人才能够吃得起的零食。所以许世辉认为这是一个机会，他迅速开辟新产品线，模仿好利友推出了达利园巧克力派和达利园蛋黄派2款产品，但售价只有好利友的1/3。为了迅速打开市场，达利也学着好利友进行了有力的广告宣传。当时《笑傲江湖》正在央视热播，达利园便请来了饰演任盈盈的许晴来打广告，一句团团圆圆达利园的 slogan 由此响彻全国，几乎可以说是一夜之间，达利园蛋黄派就风靡了整个零食市场。2003年，在蛋黄派之后，达利又盯上了薯片，这次他模仿乐事和品客推出了可比克薯片。同样的，在口味和包装上，可比克和乐事、品客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相差无几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比两者低了很多。而这一次，达利也同样邀请了当红明星代言，就是彼时红到发紫的周杰伦，并以时尚、快乐、潮流、酷炫作为可比克的卖点，在各大电视台进行广告轰炸。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可比克虽然是跟风产品，但它的目标定位异常精准，就是卖给年轻人。不管是请在年轻人中深受欢迎的周杰伦代言，还是达利为可比克打造出的酷炫卖点，无一不与当时的年轻人喜好所契合。所以可比克一经推出，销量也是立竿见影的好。
从2003年到2005年，可比克的销量一直都遥遥领先，直到05年后，乐视才重新夺回薯片一哥的位置。可比克的又一次成功，让达利 get 到了在那个年代发家致富的秘诀，那就是山寨加低价加明星代言。掌握了这一武林秘籍，达利加紧了对市场的研究，不过不是研究食品种类，而是研究其他厂家。2004年，达利研究易思国际推出烘焙饼干好吃点。2007年，凉茶市场打得火热，王老吉与加多宝斗得你死我活，达利拿出了何其正。2013年，功能性饮料大肆流行，红牛成为代名词，达利又借机推出了乐虎。在全方位的模仿下，乐虎依旧以便宜为核心，一罐250毫升的红牛要6元，一瓶380毫升的乐虎只要4元。除此之外，达利还有模仿康师傅的青梅绿茶，模仿银鹭花生牛奶的达利园花生牛奶，模仿桃李面包的美贝晨。总而言之是，只要一款产品有市场，价格又有下调空间，那么达利就很有可能来掺和一脚。而从市场反馈来看，达利的这些产品虽然都难以做到行业第一，但在每个领域这些产品的销量都还不错，比如可比克、乐虎、达利园蛋黄派都能进入行业前3。也正是靠着这些产品，达利逐渐成长为一家市值1000亿的食品巨头。2015年，达利在香港上市，成为当年全球消费品项目最大的 IPO。这一年，达利的净利润也达到了29亿元，比康师傅还高11亿元。到2019年，达利食品净利润来到38亿，仍比康师傅高出1亿元。甚至由于山寨的太成功，市场上还出现了山寨达利园的达利园。今年5月，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买的一款名为亮银的冰红茶饮料。这款饮料呢，代言人叫周口杰伦，生产公司叫达利园饮品辽宁有限公司。估计连达利园自己也没想到，从来都是他山寨别人，这一次竟然被别人山寨了。虽然经常被大家吐槽抄袭山寨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达利的成功其实不仅仅在于抄袭，达利自己也是有几个看家本领的。一是会打广告，介绍产品的工作就交给那些先行的大品牌，套用了同样产品的达利只需要好好介绍自己。于是无论在哪个产品线，达利请的代言人都是易水的一线当红明星，许晴、周杰伦、陈道明、赵薇、孙俪。产品心智由别人建立，品牌档次由大明星背书。这样有所侧重的打法，让消费者接收到一个明确的信号，就是达利的产品虽然便宜，但有明星代言，吃起来不丢人，而且味道也不错。二是会铺渠道，许世辉很明白，达利的产品是卖给那些想尝味道又嫌贵的人，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来自一线城市，所以一开始达利就非常关注下沉渠道建设，主动让利给经销商。如今达利在全国的经销商超过5000家，经销网点超2万家，几乎覆盖了中国的每一个乡镇。从价格和物理空间上，达利都把自己和目标客户拉得非常近。三是多品牌战略，每进军一个新品类，达利都会新造一个子品牌，这样一来方便跟风山寨。比如你叫红牛，我就叫乐虎，看起来都挺像那么回事儿，可以最大程度的提高山寨效果。另一方面是品牌之间彼此相对独立，不用担心某个品牌的失败给全局带来牵连。所以纵观达利的发展之路，虽然他只知道到处抄作业，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，因此才能在食品行业超出了自己的一片天。理论上只要一直保持这个节奏不出错，达利就还是那个食品巨头。但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去年6月，达利发布公告称，由于股价低迷，对公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，公司已丧失维持上市地位的优势，因此决定私有化退市，暂别资本市场。我们呢，在网上找到了世界梳理的达利从13年到22年的净利润图，可以发现其收入和净利润高点分别在2019年和2021年。但如果从同比增幅来看，2013年以来其收入增速就处于跌宕下滑的趋势，2020年首次出现负增长，2022年更是出现10.46%的同比降幅。换句话说，达利是一家能赚钱的公司，但其赚钱的高峰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究其原因是时代不同了。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吗？是谁替代许世辉成为了新的福建首富？大家都有答出来吗？正确答案是宁德时代的曾毓群。首富宝座易主，某种程度来说，侧面反映出了这个时代背后的潮流变化。2020年，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疯狂，
特斯拉市值超过1900亿美元，比亚迪市值涨了3-4倍，超过5000亿人民币。未来更是超越宝马，成为全球市值第6的车企。宁德时代作为背后的电池提供商，自然也是跟着水涨船高，市值一度暴涨到了7959亿。而身处食品与饮料行业的达利，却要面临更多的敌人。各路新兴消费品牌强势入局不说，细分行业的老大哥、老二哥也都开始进场瓜分蛋糕。以达利曾寄予厚望的豆本豆来看，虽然豆奶市场增长迅速，但这条赛道随手一数就有不少大佬级的玩家，伊利、统一、维维、九阳、永和，还有不少地域性的品牌，如浙江的祖名、东北的龙王等。那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，达利继续抄袭现在的爆款不就行了？这个法子也许在20年前行得通，但是现在却很难。一方面，零食领域现在基本都是百花齐放，更新迭代速度快，很难找到一个长盛不衰的对象去模仿。另一方面，在网络发达的今天，消费者的正版意识、维权意识日益增长，如果还像以前一样直求山寨，大概率会被网友的口水淹死。曾经达利的成功既基于时代的东风，也基于精准的打法，但现在这2个都出问题了，他又还没有培养出新的爆款产品，这就很尴尬。对达利来说，如果继续走山寨的老路，找不准自己的特色，跟不上时代的节奏，那么走下坡路甚至倒下也是很快的。